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？哦，我看那个海上啊，浪很大呀，那个浪很大，那个浪看起来就像，从高空往下压的那个浪，哦，当然也卷动了，但从高空整体看的话，同平时的浪不一样，平时的浪是往一个方向有的浪卷上卷下的，这个就是拼命想往下压的感觉啊。往下压的感觉，就像什么情况呢？就像你人在下方，高空很大的压力压下来的时候，下方压力大了，被动的把你空气往你鼻子里灌，就相当于外界的压力高。你体内的压力低，然后高气压的地方往低气压的地方，就是你不呼吸也要往你鼻子里灌的那种感觉啊，有股力量就像往鼻子里灌。然后呢，你那个嘴巴一张开，冷风就灌进去了，有点像是这样的感觉啊，就提示外界压力高。而这个外界压力高是哪里来的呢？就是高空当中有飞行物，飞行物的重量，这个主要是重量，还不是旋转，飞力是旋转。现在这种智能飞行物是重量，它基本上是不是靠旋转的，它是像飞行似的。但这么大一个重的东西就往下压的时候，就把空气也往下压了。那么压力高的地方往压力低的地方，然后就往你鼻子里灌的那种感觉啊！你只要一松懈，人松懈下来的时候容易咳嗽，就是你处于警戒状态或者注意力比较集中的时候，就相当于你人很清醒，注意力很集中的时候，你有一个主动防御功能，就相当于你故意的呼吸的时候，你吸进去的气轻轻的。呼出来的气比较用力，那么就是进气比较轻，出气比较用力，这样就不会咳嗽。但你松懈的时候，就是你注意力不集中，或者是你在人一放松的时候呢，就没有特别关注那个呼吸的时候呢，把呼吸就冷气就往你鼻子就灌进去了，相当于。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按照我这个看到的话，我就可以推理几个事情了啊。你同人家比如说在说事情、谈话的时候呢，你不容易咳嗽；但你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，松懈下来的时候呢，容易咳嗽；或者漫不经心的时候呢，容易咳嗽啊。基本上这个咳嗽有这么规律，当然了。也不一定就只有这些了，可能也有其他的因素在里边，因为现在那个外界环境突然变了嘛，啊，刚才我谈到的抓到这一个信息呢是，就表明高空有智能飞行物，往下压，压力往下压，压力往下压的时候呢，它就它就往低气压的地方跑，然后呢就往你鼻子里灌了，啊，就是。但是这个灌的是一个信息，告诉你啊，有这么一个信息，就高空有压力压下来的时候，然后往你鼻子里灌了。但是呢，你平时人注意力集中的时候呢，或者你干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呢，你主动的防御，就不让过度的空气进去，就你吸进去的时候，慢慢吸进去，呼出来的是用力推出去，有点像是这样啊，主动防御的时候不会咳嗽。当你放松的时候，比如你睡觉了，睡着的时候，这个主动防御就没了，冷空气比较容易灌进去，灌进去冷空气压力比较大，呼出来的比较小，然后就往里边灌，出来少，有点是这样啊。但是这个时候分解开来讲啊，当然正常情况之下呼吸的时候，基本上吸进去多少，呼出来的多少啊，这是平衡的。但是呢，我截一段看看的话，就是，你一松懈的时候，吸进去的气又用的又多，呼出来的反而少，然后胸部有点，
冷气啊积压在胸部的那种感觉啊，这是分解开了啊，截一段，整体来说还是平衡的。但是就是有告诉就这么一个信息，最后就最终上去空中有飞行物，智能飞行物有压力往下压，讲的是这个。那也就是告诉我们空中有这个东西啊，也就是说从这个咳嗽里面就知道上面空中有智能飞行物往下压，悬在空中嘛，悬在空中它就是你平时悬不住的嘛，无形当中有东西在把它顶住嘛，空气把它顶住嘛，作用力反作用力，然后把你顶过来了，然后你呼吸的时候有一股力量就往里边冲击，比平时压力大啊，是这么一个情况，听明白了吧？明白了，谢谢老师。你就说一下，我听明白了。原来高空有智能飞行物，它产生的压力往下压。原来高空有智能飞行物，它产生的压力往下压。对，他这么一说以后啊，它虽然产生那个压力平时存在，它不会故意再增加的力量往里边压，也就让你感知到有这么一个信息呢，它就额外还给你比正常情况再多灌一点过去，让你感知到了，然后咳嗽。那么你理解了这个信息，这个信息拿到了，他就把这个不额外往你里边灌了啊，不额外往里边灌的话就，这个信息没了啊。当然后面你再看看，如果再有咳嗽什么之类的，可能另外还有什么信息啊？现在是应该这段时间传信息啊，所以有发现什么异样，你就告诉我啊，把这个信息及时捕捉到，这样的我们就相当于他给你信息，我们马上抓到这个是谁在给你信息，实际上就这段时间智能飞行物啊或者高空的什么情况，这样的我们信息就及时破解了啊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那就这样了啊。